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俄罗斯正式指控是英国破坏了北溪天然气管道。11月1号呢，俄罗斯公开表示，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遭到破坏，幕后的黑手就是英国政府。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佩斯科夫告诉记者说，我们的情报部门掌握的数据表明，英国的军事专家指挥或协调了这一次袭击。这次破坏行动啊，不但导致这2条天然气管道无法使用，还有大量的甲烷气体泄漏到了大气层当中，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英国政府当然是矢口否认的。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转移视线而制造的谎言。不过呢，从其他周边国家的反应来看，俄罗斯政府的指控应该是揭露了真相。只有美国和英国具有破坏北溪管道的动机和能力。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呢，有美国海军的作战飞机、舰艇和特种部队在波罗的海相关海域活动，所以这件事儿到底是美国人干的还是英国人干的，这是调查的重点。英国的战舰和飞机并没有出现在事发海域，俄罗斯之所以会把矛头指向英国，显然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英国特种行动的历史啊，比美军更悠久。虽然特种兵的规模更小一些，装备条件要差一些，但实际上英国特种部队的单兵素质和执行高难度任务的能力比美国是一点都不差，甚至还更强。从英国的北海到波罗的海这片水域，也是英军非常熟悉的。从中世纪到现在，英国的军队就在这里打仗，和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诸多的国家你来我往，互有胜负。而波罗的海这个位置，英国人可以说是再熟悉也没有了。英国人对于特种行动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往往也是美国特种部队所无法相提并论的。英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和传统。007系列的电影中有相当多的场景就是破坏对手的关键设施。俄方的指控表明呢，爆破北溪管道是在美国庇护之下，由英国具体策划和执行的。但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表现却让人不敢恭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表现只能用事后诸葛亮来形容。首先是没有能够充分的摸清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政府组织能力、西方的援助情况，以及乌克兰战场的天时地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俄军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吃了大亏。当乌克兰动用秘密力量对俄罗斯进行反击的时候，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总是后知后觉。俄罗斯的政治学者杜金的女儿被刺杀之前，俄情报部门没有能够觉察和阻止。虽然事发之后只用不到48小时就查明了真凶，但对方早已逃之夭夭。乌克兰的特工啊，在筹划炸毁克赤大桥的时候，俄罗斯情报部门同样是茫然无知。至于黑海舰队司令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后方机场被乌克兰的特工渗透爆破，所有这些行动，俄罗斯情报部门都没有能够预警。现在乌克兰的特工做的是越来越过分，在后方破袭的时候，甚至还同步的拍摄视频，得手之后在互联网上公开的播放，这是对俄罗斯联邦情报局的打脸。乌克兰战争呢还在持续，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他们的政治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可能就要从秘密战线上想办法，所以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压力和责任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我们中国提了一个醒：敌人在隐蔽战线上是毫无底线、无所不用其极的，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